老太太，您确定这监控视频里面是您的丈夫吗？我确定。林书月嘶哑着嗓音，眼泪无声滚落了下来。今天她无意间得知自己竟然在一家药店持续买了20年的小雨伞，她心下生疑，询问了那家药店的具体信息。一来才知道是老伴刷着他给的副卡买了整整20年的小雨伞。他和老伴夏承安已经将近20年没有夫妻生活了，想想也知道那小雨伞不是用在他身上的。老太太，那这些订单小票全部都是您的丈夫近些年来消费的，您看看。店员打印出了一连串的订单小票，满满的一沓，林书月怀里都快抱不下了。店员怕他老花眼看不清，不仅一单单的念给他听，还指给他看。这是今年8月25日成交的一笔，还有8月16日、7月25日、7月15日。林书月神情麻木地听着。8月25日是她的生日，8月16日是他们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往前每一个特殊的日子，她的丈夫都要和别的女人共浴爱河，多么讽刺！七夕节当天，她的礼物是老伴的出轨大礼包。林书月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那家药店的了。她来到路边，将那些小票尽数焚毁，在燃烧的火光中，她与夏承安几十年的恩爱，似乎也随着这些小票一起化为了灰烬。算算时间，他们一起从天喜国穿越过来，已经有45年了。她也从平江王府最张扬肆意的小郡主，一路成长为叱咤商界的女强人，还一手开辟了国内的刺绣市场。夏承安曾经说过，她就应该属于这个时代，因为这里从不束缚女子，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明明夏承安也是天喜国意气风发的小侯爷，但是为了成全他的光芒万丈，夏承安甘愿做他的陪衬。他退居幕后，为林书月料理家事，照顾儿女。一晃40年过去，林书月一直对他的付出心存感激。直到他得知年过60的夏承安出轨，他内心的信念一下子崩塌了。大雨倾盆而下，林书月被淋得湿透，泪水混着雨水止不住的流。他漫无目的的朝前走，险些被车撞上。这谁家的老太太？走丢了，家人也不管管吧？家人？林书月茫然四顾，他的儿女们都长大了，如今不在身边。远在天喜国的父母，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相见的时候。至于夏承安，林书月哭着笑了。他以前是自己的避风港，可是现在他给了自己最深的一刀。因为突然下了暴雨，路上的人都行色匆匆。林书月注意到一对男女在他的面前忘情接吻，男的满头银发，此时正紧紧搂住女人的腰身。林书月鬼使神差地走过去，等看到男人的正脸，她如遭雷击，是她的丈夫夏承安，正闭着眼睛抱着一个看上去40多岁的女人，吻得陶醉。心口传来撕裂般的痛感，林书月几乎要喘不过气。还在天喜国的时候，夏承安也是吻过她的，那也是一个下雨天，他夺走了自己的初吻。他当时笑得灿烂，还宠溺地说，月儿，这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如今时过境迁，他将这浪漫给了别人。在现代，他40岁后，夏承安就不再吻她了，也不再和她有任何肢体上的亲密接触。他一直以为是人到中年，激情褪去，原来是他找到更年轻的了，还是用的自己给的钱。林书月心碎地转身离开。他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是护氏的风云人物，他还要脸？跟夏承安在大街上撕得难看，只会影响林氏的股价。林书月回到家时，夏承安已经先一步到了。他皱眉看向林书月，林书月，你非要没事找事是不是？林书月心中闷痛，他被暴雨淋成了落汤鸡，夏承安的第一句话却是指责。他都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夏承安对他的态度不像从前那么体贴关怀了。夏承安总是皱着眉头，好像看见他是一件十分不高兴的事情。夏承安见他不说话，便不悦地拿了毛巾扔在他身上。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已经够累的了，你出去有保镖护着，助理安排着，公司上上下下都对你毕恭毕敬，你花钱养着那么多人，连一个为你撑伞的都没有吗？你淋着雨回来是想我给你收拾，你还嫌我不够忙？夏承安发了好一通脾气，就去厨房做饭了。林书月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这要是以前的夏承安，只会心疼地给他放洗澡水，煮姜茶，还会担心地抱着他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夏承安甚至还会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他，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的异常去接他回家。他不自觉地走到厨房，忍不住提醒，承安，以前你不是……夏承安放下锅铲，更不耐烦了。所以呢，我去给你搞这搞那，你来做饭。林书月，你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做什么呢？真以为你还是18岁的年轻小姑娘？林书月心头一梗，他还记得在夏承安跟他结婚的时候说过会永远把她当作小姑娘一样宠爱，现在夏承安却是口口声声嫌她年纪大了。夏承安嫌弃地驱赶他，赶紧上楼收拾吧，今天孩子们要来吃饭了，你非要他们看见你这样是不是？林书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从前他们家是有保姆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他也不想夏承安太辛苦，只是在他40岁以后，夏承安死活都要把保姆辞退。他说自己上了年纪，不想家里有外人，宁愿自己亲力亲为。当初林书月没想太多，只是尊重他的意见。现在想来，夏承安是想要遮掩自己跟小三来往密切的事实，怕保姆再会给他通风报信。林书月越想越是心惊，他望着夏承安冷漠的身影，想要质问，却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和夏承安还有4个孩子，他不想孩子们为他的事操心，
也不愿意他们来看到争吵的一幕。林书月沉默地上楼洗好澡，可是等她要换衣服的时候，她伸向衣柜的手陡然僵住了。如果趁她上班，孩子们不在，夏承安带小三回了这个家，小三是不是穿过她的衣服，用过她的化妆品，睡过她的床，甚至夏承安还会和她在家里的各种地方欢好。只是稍微想想，林书月便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阵泛着恶心。这些衣服是无论如何都穿不了了。她打电话给秘书，让秘书送来新的内衣裤和外装。秘书到了门外，夏承安却不肯给他开门。这么多衣服还买衣服，林书月，你有钱烧的，家里的衣帽间又不是摆设，年纪大了，你穿什么不是穿的，还能有谁看上你不成？夏承安大声怒骂，林书月心里再次被刺痛了。25年前，夏承安还在对他说：老婆，你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永远都爱你，支持你。我的老婆这么漂亮，就应该好好打扮，但是你不许选择别人，你只能是我的。他当时真的信了夏承安的情话，如今看来只不过是笑话一场。他眼眶通红，心里也在滴着血。夏承安，你把我当傻子，却没有好好想过，你潇洒的生活到底是靠着谁？林书月给秘书开了门，拿了新衣服换好，随后他一股脑将衣帽间的衣服全部拽了下来，扔了满地都是。妈，小女儿声音愉悦的在楼下喊着。林书月收拾好心情，来到楼下客厅，身体却一下子僵住。他看见小女儿跟夏承安的小三手挽着手，亲密的恍若母女。小女儿对他说：妈，这是花姨，是我给爸找的保姆。在别墅的客厅里，林书月紧紧地咬着牙，拼尽全力，他才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滔天怒意。夏承安简直不做人，他自己出轨，还要把小三堂而皇之的介绍给自己的女儿认识吗？林书月颤抖着不说话，小女儿一点没发现他的情绪不对，还开始向他介绍起小三的好处。妈，我都打听过了，花姨之前就是给富豪家做保姆的，爸爸年纪大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花姨绝对合适。听说花姨的口碑很好，但凡是聘请过她的雇主，可都是给了她5星好评呢。而且花姨从业10几年，还从来没有传出过跟雇主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是个正经人。小女儿朝林书月走过去，拉着林书月的手臂撒娇：妈，你就听我的，让花姨留下来做保姆好不好？林书月没说话，把小三留下来，好让她和夏承安明目张胆的偷情吗？小女儿不满她的沉默，又央求了她好几次。林书月冷着脸：先吃饭，至于他的去留，全家讨论决定吧。知道林书月一向说一不二，小女儿放开了她的手臂，嘟着嘴表示不满。小三眼见着气氛不对，连忙说：夏小姐，既然你们还没有商量好，我就先回去了。她转身想走，小女儿却拦住了她：别，花姨，你今天不做保姆，就做我们家的客人，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小三不断拒绝，却拗不过小女儿的坚持。林书月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心都凉了。明明小女儿最黏的人应该是她啊，结果小三一出现，小女儿眼中再也看不见她了。小女儿刚到不久，林书月的2个儿子和另外一个女儿也来了，他们纷纷热情地跟小三打招呼，林书月仿佛成了透明人。在吃饭期间，林书月注意到小三拿出了手机，还自动连上了他家里的 WiFi。林书月的心一瞬间坠入了万丈深渊。他的猜想是对的，这个家小三并不是第一次来，或许小三对这个家比他自己对这个家还要熟。他的心不停地颤抖。夏承安，你真是骗得我好苦啊！夏承安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手里包着虾，把鲜嫩的虾肉极其自然地放在了小三的碗里，那样熟练的动作，他仿佛已经做过了千百遍。林书月的目光在那只虾上面停留了一瞬，又移开视线，飞快瞟向了自己的儿女们。他们显然也都看到了这一幕，视线甚至还是一眨一不眨地紧盯着的。可是他们没有为林书月说一句话，也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犹如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们还不停地询问着小三的喜好，恭维小三，就好像小三才是他们的亲妈。林书月心痛如绞，她吃不下去了。她放下筷子，目光扫视了桌上的人一圈。其实我请私家侦探调查过你们爸爸。全场瞬间寂静了下来。林书月的儿女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开口。林书月苦笑着问：看你们的样子，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吗？小女儿看着她，率先开口：妈，您都霸占爸爸这么多年了，也是时候把他还给花姨了。花姨和爸爸才是真心相爱，你没有对爸爸付出过任何东西，你根本不配做爸爸的妻子。林书月心痛到眼前阵阵发黑，她完全不敢相信这样扎心的话是她的亲生女儿能够说出来的。她站起身，含泪跟小女儿对视：绵绵，你真的是这么想妈妈的吗？小女儿十分肯定的点头。林书月心神俱震，差点就要吐出一口血来。她望着自己其他的儿女们，悲痛欲绝。你们呢？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无声的沉默在客厅里蔓延开来。林书月懂了，她挺直脊背上楼，垂眸掩去目光中的哀伤。她的丈夫，她的儿女，到头来都成了别人的。她这一生到底还是错付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梳妆台前。随后她晚上飞天记，又插上翡翠簪。恍然间，她看见了自己远在天喜国的父母虚影。
他们依旧是年轻时的模样，只是身边不在。林书月含泪倾诉：父王母妃，是女儿不孝，为了不值得的人，在现代耽搁了这么久。这支翡翠簪是他20多年前无意中获得的，飞天髻又是他在做天喜国郡主时常梳的发髻。他早在那个时候就发现，戴上翡翠簪的他能看见自己父母的影像，于是他推测自己可以依靠这支翡翠簪回到天喜国。但是他舍不得自己在现代的孩子们，也舍不得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所以他只是将这支翡翠簪尘封起来，20年都不曾动过。无奈的是，他有感情洁癖，他无法再忍受自己和夏承安这样的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他要回去，他要让夏承安在这个时代一无所有。林书月坚定了信念，儿女们都有工作要忙，林书月很难得才会跟他们见一次面。但自从那晚吃饭过后，几个儿女轮流来他这里当说客，试图让他同意小三来家里做保姆。林书月被他们烦得不行，便约了个时间进行家庭会议。小女儿永远是打头阵的。妈，你看你和爸都60多了，腿脚也都不怎么利索，你在公司里是有秘书和保镖会看护你，可是你好歹也要为爸爸想想啊。爸爸一个人在家，他要是突然摔倒或者得了什么急性病，家里连个给他叫120的人都没有。即便明知道小女儿不向着他，林书月依旧为小女儿的话感到悲哀。他要找人照顾夏承安，难道就非要找夏承安的小三不可吗？小女儿这是变着法的要往他的心上添堵啊。大儿子一脸的无所谓。妈，你要是不让花姨进来当保姆也行，你把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传给我，你早点退休，这样你和爸在家里互相照顾，也用不着再多请一个人了。林书月气得发抖，逼他让位，这就是他竭尽全力给他们优渥生活的儿女吗？他们一个想让他让出董事长的位置，一个想让他让出家中女主人的位置，算是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他强忍愤怒地看向另外2个儿女。你们呢？二女儿耸了耸肩。妈，你是知道我的，哪边给我的好处多，我就向着哪边。你的女婿没什么本事，平时也就靠着我从娘家拿点钱回去，好贴补家用了。林书月把视线转向三儿子，三儿子立马说：妈，我知道您最疼我，那您就顺了我的心意，让花姨进来当保姆吧。三儿子的话犹如一柄利剑，狠狠地刺进他的心窝。因为最受自己的疼爱，所以他就要靠着这个来伤害自己吗？好好好，这就是夏承安教出来的好儿女，果然是各有各的自私。林书月强撑起精神，又问夏承安：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身为父亲，他却不要脸地躲在儿女们身后，让儿女们为他冲锋陷阵，争取利益。自己当初也是瞎了眼，竟然会看中这样的男人。夏承安认真地看向他：书月，我知道他什么都不如你，没有你能干，没有你有气质，即便比你年轻几十岁，可他却还是没有你漂亮。林书月心口一阵窒息，狠狠地闭了闭眼。夏承安看似在夸他，其实是将言语化成利剑，将他伤了个体无完肤。是啊，夏承安出轨的对象什么都不如他，可夏承安却依旧没有坚定地选择他，这或许就是他最大的悲哀吧。他惨烈地笑了：你们不用再来找我了，不就是让他来家里当保姆吗？我同意了。他再也无法在客厅中待下去，佝偻着身形缓缓离开。当天晚上，小三就住进了他的家。夏承安领着他进了房间，林书月的4个儿女帮他拎东西。隔着几堵墙壁，林书月都能听见他们之间其乐融融的笑声。他不自觉地摸着自己头上的翡翠簪。林书月想，他猜到这只翡翠簪可以帮他回到天喜国，却不知道回去的自己是多大岁数。如果是现在这个时期，他的父母或许都已经不在了。不过他想要落叶归根，这里即便可以助他实现理想，也终究不是他的家。到了现在，这里更是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人了。林书月抽了个时间与律师见面了，他要求律师为他写下遗嘱，在他死后，他在林氏集团的所有股份全都捐赠出去，包括他名下的其他资产。律师十分惊讶，忍不住问：林女士，我听说您有4个儿女，您都不打算为他们留下一点吗？林书月摇了摇头，见他坚持，律师不再多问，只是根据他的要求拟好合同，再递给他签字。林书月确认无误后，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夏承安和他们的那些白眼狼孩子，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到头来那些人还要一个个向着外人，看他怎么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下班后，林书月照常回到家，小三早就做好了满满一桌的饭菜。林书月一看，上面竟然还有他最喜欢的糖醋鱼。小三笑着解释：林姐，其实之前承安带给你的糖醋鱼都是我做的，我舍不得他下厨闻那些油烟味儿，就为他代劳了。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喜欢吃，还让他做了好几次。林书月看向面无表情的夏承安，心中一疼。他曾说过，这道糖醋鱼做起来的工艺极为复杂，要耗费不少时间，可夏承安还是会隔三差五的做给他吃。他十分感动，以为夏承安为了他想吃的菜，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心甘情愿。然而夏承安对他的用心是假的，说的话是假的，付出也是假的。或许夏承安就只有骗他的时候才是真的吧。这一顿饭，林书月吃得味同嚼蜡。晚上，林书月下楼倒水，无意中却听见夏承安和小三在说话。宝贝，你听我的，
给林书月的每顿饭菜里都放慢性，等他死了，公司董事长的位置就是我的了，到时候你就是董事长夫人。林书月瞪大了眼，她死死地咬着唇，这才没有让自己发出声音。跟她相伴几十年，从天喜国一起穿越到现代的丈夫，背地里竟然是想她死的，就为了一个董事长的位置。这一晚过后，林书月不再吃花清曼做的任何东西，哪怕她只是端来一杯水，林书月都拒绝去喝。花清曼红了眼眶，林姐，是不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您说出来，我都会改的。她眼神诚恳，林书月却是心里冷笑，就因为她不想吃那些有毒的东西，花清曼按捺不住了吗？夏承安见状，不耐烦地将水递给她。不过就只是一杯水而已，清曼端给你，你喝了不就结了？你不喝他端的，总要喝我端的吧？说来说去，夏承安都没有放弃过要让他死的决心。林书月满目失望地看着他，没有去接那杯水，而是转身上楼。夏承安望着他的背影，恍惚了一下，他这时才注意到林书月梳着古代的发型，头上还插着一只翠绿色的簪子。第一次看到时，他只当林书月是一时兴起，没有多问。但是如今他已经保持这个造型整整5天了。他快步追上去，拦在林书月的面前，迟疑地问：你最近为什么总是做这副装扮？莫不是还在怀念天喜国？林书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与你无关。他绕过夏承安就想离开，夏承安抓住了他的手臂，随后他不知怎么的，竟是抬起手，一下触摸到了翡翠簪。顿时他在天喜国的人生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飞快闪过。他不由自主地怔愣住了，这簪子有些邪门啊。林书月立刻甩开他的手，离他远了一些。夏承安，我说了，与你无关。他回到房间，将房门紧紧关上。他和夏承安早在20多年前便分房睡了，这也导致夏承安并不知道翡翠簪的秘密。林书月也没有主动告诉过他。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在现代扎根，还生下了儿女。即便知道了可以回到天喜国，也不过是徒增烦恼而已。林书月可以拒绝经过花清曼手上的任何吃食，却拒绝不了儿女们回家吃饭。这一天，林书月的4个儿女们都来了，花清曼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小女儿笑着给她夹菜。妈，今天这一桌可是花姨特意按照你的喜好做的，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大儿子给她盛了一碗汤，也笑着说：是啊，妈，我们难得聚在一起，你可不要扫我们的兴。林书月的其他儿女也是有样学样，就连忽视她多时的丈夫也主动给她夹了菜。林书月垂眸看像堆成小山似的碗，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很少像这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现在突然示好，林书月不用想也能知道他们究竟在打着什么主意。铺天盖地的心寒淹没了她。也好，她都决定要走了，不如心死得更加彻底一点。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将他们给她家的菜全部吃干净了。半晌，她抬起头，话里有话地问：这样你们可是满意了？夏承安松了一口气，责怪地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看你最近胃口不太好，担心你的身体。孩子们也孝顺，一听我这样说，纷纷提出要回家吃饭。林书月懒得反驳，那些孩子们孝顺的到底是谁？夏承安还能不清楚吗？忽然，他的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疼得直不起身子，额头上冷汗涔涔。好疼！疼痛中，她想明白了，她的丈夫和花清曼这是嫌她死得太慢了啊，连下慢性毒药都等不及了。她疼得晕厥过去。等林书月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她闻到了刺鼻的消毒水味。她还没有死。她动了动手指，听见耳畔传来了夏承安刻意压低的声音：我不是让你下慢性毒药吗？你搞这么猛干什么？大儿子看出了我们的打算，知道我要抢他公司董事长的位置，现在都不肯帮我了。花清曼有些委屈：我也是想快点起效嘛，这样你能早一点当上董事长，我也可以有更多的钱。你也知道，老太婆不知怎么的特别防备我，这一次不成功，下一次她肯定不会再吃我做的东西了。要不我现在就把她的氧气罩给拔了，省得夜长梦多。林书月听见了逐渐朝她接近的脚步声，她绝对不能在回古代之前死去。她豁然睁开了眼，花清曼吓了一跳，腿都软了。林姐，你什么时候醒的？林书月没有理睬她，只是目光怔怔地看向前方。如果说她原来只能看见父母的虚影，现在她的父母几乎要在她的面前凝成实质。她有预感，她就快要回去了，只是她不能在医院里突然消失，那会引起恐慌。她将目光移向夏承安和花清曼，冷冽地开口：出去。目前的她已经不想管花清曼对她下毒的事情了，她只想抛开这里的一切，赶紧回家。花清曼唯恐她追责，忙不迭地跑了。夏承安也不敢多待，等林书月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一点了，就办理了出院手续，独自离开了医院。他打车来到了他和夏承安一起穿越过来的密林中，缓步往密林深处走去。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身上，翡翠簪骤然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下一瞬，林书月消失在了原地，翡翠簪骤然从半空中落下，在夜色中折射出幽幽的冷光。等林书月的儿女们想起来探望他，却只得到了他出院的消息。大儿子很是惊讶：出院？不可能啊，我妈出院了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而且我妈是急性食物中毒，怎么可能躺一天就走？他转头望向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他们纷纷冲他摇头，示意自己也没有收到林书月的信息。护士说，是林书月女士对吧？她的确已经出院了，就在昨天晚上。林书月的儿女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又给夏承安打了个电话。夏承安说林书月没有回去。大儿子给林书月的助理打电话，助理说自己这边也没有收到消息。大儿子抓了抓头发，十分不理解。不在家里，又不在公司，那妈她能去哪儿呢？不仅是他有这样的疑惑，林书月其他的儿女们也有。他们平时对林书月这个母亲的关心就不够，哪里能知道她常去的地方是哪里？不过即便再疑惑，他们也没有寻找的意思。林书月的失踪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他们早就不想上面有一个人压着了。4个孩子心安理得的各回了家。1周后，他们还是没有收到林书月的任何消息，便去警察局报了失踪人口。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林书月还是没有找回来，就会被算作死亡。等林书月被算作死亡的那一天，夏承安和4个孩子齐聚一堂，4个儿女弹冠相庆。妈大概是真的死外面了，还好给我们留下了偌大的家业，咱们这辈子都吃穿不愁了，而且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没有人管着我们。花清曼脸上也带着笑，林书月即便没有被他毒死，可到底也是被算作死了。今天他就可以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了。他们坐在桌前，兴致勃勃地讨论起了遗产分配问题。你肯定是个骗子，大儿子率先说。我是大哥，公司理应由我继承。二女儿不置可否。公司我不管，我只要钱。妈的那些股票如果全部抛售了，也值个好几亿，我就要那些。三儿子搓了搓手。那妈的房和车就给我吧，那些庄园别墅什么的，我早就想要了。小女儿跺了跺脚。你们怎么这样？好歹给我留一点啊！夏承安沉默不语。他知道林书月的信托基金里面还有不少钱，他到时候拿出来，足够他安享晚年了。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时，门铃响了。花清曼走过去开门，只见外面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花清曼疑惑问：请问你找谁？男人微微一笑：我是林书月女士聘请的代理律师，我叫江振安。今天来这里，我是特意为林女士处理遗产分配问题的。夏承安和4个孩子都傻了眼。林书月还找了律师处理遗产？不是，这件事他们怎么不知道？林书月不是突然失踪的吗？夏承安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什么时候聘请你的？江振安走进了客厅，稍微回忆了一下。也就半个月以前吧。那也就是在林书月进医院之前。夏承安若有所思，心里还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总觉得林书月的这次失踪似乎早有预谋，他连律师都找好了，是早就知道自己会失踪，会被算作死亡。夏承安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很快，江振安就当着他们的面宣读了林书月的遗产安排。他的话音刚刚落下，在场除了他以外的人纷纷瞪大了眼。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林书月的大儿子，他神色癫狂地大喊：不可能，我是妈的长子，他说过要把公司留给我继承的，他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我不相信。骗子，你肯定是个骗子。江振安冷下了脸。夏先生，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是正经有营业执照的律师，我完全有资格接受林女士的代理，为她处理遗产问题。小女儿气愤地质问：不是，你自己觉得这合理吗？我们都是妈妈的亲生孩子，她怎么会一点遗产都不留给我们呢？她想不通啊，这世上还会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吗？明明林书月对他们那么好，怎么会舍得他们分不到钱的？江振安神色不变。夏小姐，我都是按照林女士的安排办事，至于合不合理，那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了，这套房子是林女士留给你们的唯一遗产，你们可以继续住，不过房产证上写了夏承安先生的名字，其他的你们就别想了。江振安走了，客厅里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灰败。这样的结果，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二女儿哭出了声，大骂道：妈，你好狠的心，你明明知道我的处境有多艰难，没有钱，我们2口子可怎么过日子啊？她找了个十分帅气的小鲜肉做老公，只不过长相是有了，赚钱能力为零。一旦知道她这里拿不出钱了，她老公一定会跟她离婚。而她一直是从林书月这里拿钱生活，书没有好好念，也没有上过1天班。林书月要是不肯给她钱了，她连吃饭都成问题。三儿子精神恍惚，还没有从刚才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不是，妈真的就这样对我们？挣了那么多钱，宁愿捐给福利院都不愿意分给我们，我们到底是他的孩子还是他的仇人啊？没有人理会他的问题，夏承安也没有想明白，明明林书月最是心软了，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决绝的安排呢？花清曼握住了他的手，焦急地问：承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说过你会让我一辈子幸福，过人上人的生活的。他跟夏承安纠缠这么久，就是为了钱。从他22岁到42岁，他的青春可以说都贡献给这个老男人了。夏承安不能不管他的。夏承安脸庞抖动了一下，随后他用力的一巴掌扇在了花清曼脸上。都怪你，是你逼走舒月的，这是林女士的东西吗？如果不是你给舒月下毒，舒月不会离开，更不会立下这样的遗嘱，是你害得我们都没有了钱。
你这个贱人！花清曼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夏承安，你到底在说什么？明明是你让我给林书月下毒的，现在你把一切都怪到我头上了。他就没有见过夏承安这样不要脸的人，出了事只会推卸责任。什么？你是故意给妈下毒的？小女儿尖叫了出来，她仇恨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花清曼。她之前之所以支持花清曼上位，是因为花清曼处处都顺着她说话，而且会伺候人，愿意当她的狗。那么她是不介意赏花清曼2根骨头吃，毕竟林书月这样的母亲是威严的，她都不敢在林书月面前无法无天，大呼小叫，只能看林书月的脸色行事。但是面对花清曼的时候，她就不用顾及那么多，可以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她冲过去，狠狠给了花清曼2巴掌。贱女人，亏我之前那么相信你，还真的以为你是弄错了，无意中害得我妈食物中毒，我还为了帮你在家站稳脚跟，劝我妈吃你做的菜，你真该死。小女儿打完，二女儿又拼命地将花清曼摇晃来摇晃去。你这个搅屎精，要不是因为你，我妈还好好的待在这个家里给我钱，你害得我一无所有，死的人为什么不是你？4个孩子通通将怒火发泄在了花清曼身上，她被打得满地乱爬，哭着求夏承安救她。她没有想到，一听没有钱，这些人就立刻翻脸不认人了，简直比她都还要会变脸。夏承安却是冷眼旁观，救她都没有钱拿了，他还想让人救一救呢？给他套房子有什么用？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夏承安没有再理会客厅的事情，径直回了房间。里面有警察交给他的透明塑料袋，塑料袋里盛放着一支精美绝伦的翡翠簪。警察当时还问他，这是在林女士失踪的密帘里找到的，你好好看看，这是林女士的东西吗？夏承安瞳孔一缩，他一眼就认出那是林书月失踪之前经常戴的，他还一戴就是好几天，而林书月失踪的那片密林就是他们穿越过来的地点。他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警察将翡翠簪交给了他。如今他在看着这只翡翠簪，心里止不住地冒出别样的想法。或许书月她并不是失踪了，而是回到了天喜国。就因为他打定了主意要回去，所以他才会找了律师，将他离开以后的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可恶！夏承安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呢？而且林书月明知道有回到天喜国的契机，却不肯告诉他。如果林书月跟他说了，他一定会和林书月一起回去的。跟林书月相比，他对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归属感，也并不怎么适应。他只是不想被林书月看出异常，所以才假装自己很适应，并且用花言巧语说服林书月在外面打拼。他在家里坐享其成，现在既然有了回去的机会，他是万万不会放过的。他找出自己前些年购买的假发套，戴在头上，又将那只翡翠簪插进了头发里。瞬间，他的眼前浮现出天喜国的场景，送他下去跟妈见面。那是他在天喜国的卧室。夏承安心中狂喜，里面的陈设就与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一切都和他的猜想对上了。如果他也能凭借翡翠簪回到天喜国，他就可以再次见到林书月。他们安远侯府的势力比不上平江王府，还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不过只要他娶了林书月，他又是吃喝不愁了，而且还给他们安远侯府找了一个强大的助力。怀揣着这样的心情，夏承安下了楼。花清曼此时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脸上总得看不出原本的面目，双眼都睁不开。4个孩子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脸上的表情都是非常一致的愤怒。他们现在就算把花清曼打死，林书月也回不来了，遗嘱也改不了了，一切都是无用功。不过一看到夏承安的装扮，孩子们还是都惊讶了。爸，你怎么也跟妈一样，搞什么古代的发型，还头上插个簪子？你就算太想念妈了，也不至于来这一出吧？是啊，爸，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更奇怪的是，那只翡翠簪一看就是女款的。夏承安把它插在头上，怎么看怎么怪异。只是那只翡翠簪虽然看起来精美异常，几个孩子们却都没有打翡翠簪的主意。毕竟那只翡翠簪要是真的值钱，林书月只会把它写在遗嘱里。既然遗嘱里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争抢的兴致。夏承安冷哼一声，你们还有脸提你们的妈？以前我是怎么教你们的？要好好维护你们的妈，要永远站在你们妈妈的那一边。你们有几个做到了？一个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也难怪你们妈妈什么都不想留给你们。他如今都想好了，在回到天喜国之前，他要用尽一切手段向林书月表忠心。这些都是他以后能够继续追回林书月的筹码。4个孩子全都伤害过林书月，他一个都不需要对他们客气。二女儿脸色阴沉了下来。爸，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还不是为了要帮你？是你说妈的年纪大了，掌控欲又强，你跟她在一起根本喘不过气，又找来所谓温柔体贴的花阿姨。现在妈的人都没了，你倒好，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们头上，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吗？3儿子眼神冷冽地看向夏承安。二姐，你不用跟他说这么多，妈只给爸一个人留了房子，我们这些人呢，加起来都没有爸一个人在妈心中的地位重。爸，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把这房子卖了，给我们每人一笔钱，你就依旧是我们几个的爸爸。其他孩子们即便没有开口，此时也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分遗产的。
有大头就分大头，没有大头就分小头，反正遗产一天没有着落，他们就一天不会罢休。夏承安冷下了脸，对他们破口大骂：混账东西，卖了房子我住哪里？你们一个个有手有脚的，还能把自己饿死了？滚滚滚！这房子是舒月留给我的，你们别想打这房子的主意。他也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除了分遗产，脑子里就不能装点别的？大儿子又问了一遍：爸，这房子你真不卖？夏承安的态度斩钉截铁：不卖，不卖，就是不卖。他就算是要卖房，也绝对不会把钱分给他们。这是舒月留给他的房子，只能他用，任何人都别想分到一丝一毫。大儿子瞪了他一眼：好，爸，你可别后悔。大儿子率先离开了，其他的孩子们也紧随其后。不过他们没有各回个家，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大儿子目露凶光，对他的弟弟妹妹们说：既然这老头给脸不要脸，我们就送他下去跟妈见面。二女儿是第一个响应的。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省得让他以为咱们拿他没办法。他那边是最需要钱的，但凡是能弄到钱的事情，他都愿意做。小女儿急忙说：我听大哥和二姐的，爸他跟我们都不是一条心了，也没有必要留着他。三儿子一拍手，高兴附和：没错，等爸一死，咱们就真的有遗产可以分了。他们开始商讨具体的可执行计划。另一边，等人都走了之后，夏承安赶紧把门关上。这些孩子们说是说被他带大的，其实他也没有怎么管过，长成什么样全凭自觉。毕竟林书月挣钱很有一套，往家里请的保姆育儿师都是最好的，压根什么都用不着夏承安操心。他老拿养孩子说事，也不过是为了激起林书月的愧疚，好多拿一些钱。他来到花青曼身边，嫌弃地踹了花青曼一脚：没死就应个声。要不是他有事需要花青曼帮忙，他才不管花青曼死不死呢。花青曼艰难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一看见夏承安，他眸中就流露出滔天的恨意。骗子，这个老男人骗了他的青春，还叫梭子女们把他打成这样，他也是瞎了眼，居然跟着这样的男人。他吃力地想要骂夏承安，可身上的伤势却让他说不出完整的话。他只要稍微一动，全身就像是骨头断裂一样的疼。夏承安斜睨了他一眼：没死就帮我办件事，我要卖房，告诉我该怎么。花青曼心中不屑，别看林书月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她找的老公却是落伍到不行，连手机都只会接打电话、发信息这种最简单的操作，但凡复杂一点的，他就搞不来了。夏承安见花青曼半天没有动作，到底是没了耐心，他又踹了花青曼好几脚，不耐烦地说：快点，还想挨打是不是？他现在除了再潇洒几天回到天喜国以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心思。花青曼再好，总归也没有回到家乡对他的诱惑力更大。一听到挨打两个字，花青曼眸中浸满了恐惧。别打我，我教你就是了。他让夏承安把手机递给他。夏承安起初有些犹豫，怕他报警，但是想到有自己盯着，花青曼应该不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脚，也就给了。花青曼在夏承安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专门卖房的 app， 又把他现在住的这一套房源信息填了上去。他问夏承安：这套房子你想卖多少？夏承安随口一说：1个亿吧。花青曼手抖了一下，他按捺下翻白眼的冲动，无语地说：这房子卖不到1个亿，你又急着出手，根本就不会。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夏承安就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你懂什么？这是我老婆买的房子，我说值1个亿就1个亿，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在教我做事啊？花青曼敢怒不敢言，这死老头根本不懂行情，他这么标价，这房子能卖出去才有鬼呢。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房源信息挂上去不过5分钟，还真的有感兴趣的人来私聊了。夏承安喜滋滋地抢过手机：这是有人想买了，正好。随着林书月除了这套房子以外的所有资产捐出，夏承安所有能用的卡都停了。再不想办法弄到一笔钱，他怕自己撑不到回天喜国的那一天。至于花青曼，他都是靠着自己给钱生活，给多少花多少，他都没有了，花青曼哪里有？眼瞧着夏承安跟想要买房的人聊上了，花青曼原本是想提醒他小心骗子，可是想到刚才的一巴掌，花青曼瞬间丧失了开口的欲望。反正被骗也是夏承安被骗，跟他有什么关系？夏承安但凡想分给他1毛钱，都不至于把他打成这样。第二天，夏承安拿着房产证和其他资料，兴冲冲地去跟要买房的人见面了。买房的人是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他说自己叫王平野。经过商谈后，夏承安愉快地跟对方签下了合同。王平野说自己暂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提出先支付4万，剩下的钱会在3天内到账。夏承安虽然有些不满意，但是想着有一点也能先用一点，就答应了。随后王平野又说让夏承安给他一个银行账号，他马上把钱汇过去。夏承安拿出林书月给他的副卡，王平野对着手机操作了一通，又给夏承安看了转账记录。夏承安确认了。王平野说：夏先生，既然前面的钱我已经付了，那你也该把房子过户给我了。夏承安和王平野去相关机构进行了房屋过户手续，等一切弄好，大半天的时间也过去了。
夏承安美滋滋的往家的方向赶，路过一家餐厅时，他进去想要饱餐一顿，只是这家餐厅需要先付款才能下单。夏承安拿出林书月的副卡，服务员刷了一下后，客气地问：“先生，您的这张卡，你还有别的卡吗？”夏承安愣了，什么意思？怎么会刷不出来呢？服务员说：“大概是余额不足吧。”夏承安的脸色一下变了。不可能，刚才还有人往里面打了4万块钱，怎么可能余额不足？服务员无奈地说：“这张卡的确余额不足，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银行查账看看。”夏承安没有去银行，而是第一时间跟王平野打了电话。“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夏承安不信邪的又打了好几个电话过去，听到的提示音都是一样的。怎么会？是王平野根本就没有把钱打进来？难道说他被骗了？夏承安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王平野明明就把转账记录给他看了啊，卡里怎么会没有钱进来呢？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怎么还有这种操作？服务员见他这样，隐晦的翻了一个白眼。老先生，本餐厅是需要先付款才能用餐的，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支付，还请你离开。夏承安失魂落魄的走了出去。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林书月在的时候，他哪一天不是过得顺风顺水？这一刻，他无比的想念起了林书。正是因为有他，自己才能在这个陌生的时代过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最后，他想到了报警。警察看过他们签的合同，告诉他这合同是假的，对方用假合同和假的转账记录骗了他一套房。夏承安顿时觉得天都塌了，他这几天就指着那套房子过活呢，结果这房子还被人给骗走了。警察说会全力帮他勘破这一起诈骗，却没办法给他具体时间。夏承安只能先回家，在下一任房主没有赶他之前，这里还勉强算作他的家。在他出门之前，他将花青曼绑在了家里，所以花青曼连跑都跑不了。一见他回来，花青曼赶紧说：“承安，我从昨晚饿到现在了，我求你给我一点吃的吧。”他真怀疑他不开口，夏承安能把他饿死。夏承安眼神冰冷地看着他：“你还想吃饭？”他忽然想到，卖房的流程是花青曼帮他操作的，也许就是花青曼跟骗子串通好了，想要骗他的房子。他怒从心起，大步走过去，将花青曼踹了又踹。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不仅骗了我的房，还害得我失去了书月。花青曼，我真是瞎了眼才会选择你。他简直没有把花青曼当人踢。花青曼腹部传来剧痛，口中甚至吐出了鲜血。他大睁着双眼，难以置信。房子被骗了。夏承安踢他的动作更猛烈了，他朝花青曼大吼：“你少在我面前装，那骗子就是你引过来的，除了你，也没有别人知道我要卖房，就算发布出去了，也不会那么快被骗子盯上。”花青曼百口莫辩，他不停地冲夏承安摇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他努力辩解，夏承安根本不肯听。花青曼很快就在夏承安的动作下没有了声息。夏承安见他没气了，把他拖到地下室关了起来。他并没有因为花青曼的死很惊慌，反正他快要回到天喜国了，也不在乎身上多一条人命。他现在该想的是接下来怎么活到回天喜国的那一天。林书月在镜子前坐了很久，却依旧没有回过神来。翡翠簪的效用是真的，他是真的回到了天喜国，见到了他的父王母妃。他还是回到了自己16岁的时候，满头青丝尚在。这一年，他还不认识夏承安，芳华正当时，追求者无数。林书月望着镜子里自己光滑细嫩的皮肤，忍不住落下泪来。前尘往事对他来说，真是像一场噩梦啊。月儿，平江王妃来到林书月的房间，见他又在对着镜子发呆，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他将林书月转过来，看见了林书月满脸的泪痕，又不自觉的担忧。月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哭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人是谁？你告诉为娘，为娘必定要和你父王一起将那人碎尸万段。林书月把头埋进平江王妃的怀里，又摇了摇。母妃，没有人欺负我，我只是在感伤。你们做父母的太不容易了。母妃，之前我不懂事，做了许多让你和父王折了面子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做让你们伤心难过的事情了。养儿方知父母恩，他在现代有4个孩子，让他亲力亲为的事情也有不少。大儿子发烧，他推掉一切工作陪在大儿子身边，不眠不休的贴身照顾，直到大儿子的烧退掉，他才继续安心的休息和工作。二女儿不爱读书，成天他没有强压着二女儿学习，尽最大可能支持二女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会抽空带着她去游乐园。三儿子喜欢赛车，吵着闹着非要去学，他不忍心强迫三儿子放弃自己的爱好，便也答应了。小女儿想要去国外留学，自己也是绝无二话。虽然4个孩子大多数时间是由夏承安在带，可是他操劳半生，竭尽全力给他们最好的生活，这难道也有错吗？他们还想要他怎么样呢？平江王妃失笑，她抬起林书月的脸，用帕子擦了擦林书月的眼泪，温柔道：月儿，你这孩子都没有做过父母，哪里来的这种感伤？林书月快要出口的话，硬生生的被他憋了回去。他母妃不知道，他哪里是没有做过父母啊，他都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只是这是个秘密，惊世骇俗到他就算是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他憋了半天，方才憋出了一句：
母妃，我就是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也当了母亲，孩子们还都对我不孝顺。平江王妃认真的说，那你在梦里也应当将他们逐出家门，而且既然是个梦，你也不必太当回事。梦醒了，你有我，有你父王，即便是你以后嫁人，出了这等不孝子孙，我与你父王也定当会为你撑腰。林书月点了点头，母妃放心，我的梦已经醒了，而且即便我没有将他们逐出家门，他们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平江王妃笑着拉过他的手拍了拍，月儿，你如今已经及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起来了。我和你父王为你挑选了不少京中儿郎，还带了画像过来，你来挑一挑，看看有没有中意的。林书月本来不想去，平江王妃却已经让丫鬟金暖将画像一一展开。放在桌上的10多幅画像中，林书月一眼就瞧见了夏承安的画像，他也在待选的画像之列。他走过去，面无表情地拿起夏承安的画像，没有一丝犹豫地撕烂了。平江王妃诧异万分，月儿，你这是？林书月平静地说，女儿一见这人的画像便讨厌，母妃可以不用考虑他了。这辈子他都不想跟夏承安再有任何瓜葛。平江王妃即便不太理解他的行为，却也没有多问，这不过是一个落魄侯爷家的儿子，算了也就算了。他的女儿不愁嫁。另一边，骗走夏承安房子的人又将房子转卖给了别人，夏承安被新的房主给赶了出去，还没有抓到那个骗子，夏承安只能露宿街头。他完全没有想过要去找他的4个子女，毕竟就以他们那只认钱不认人的个性，一旦知道房子被人骗走了，他们只会拿他泄愤，没有把他当场杀了就已经是万幸，他哪里还敢指望那些人会收留他。由于身无分文，夏承安逐渐过上了捡垃圾为生的日子。可是他跟着林书月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哪里吃得惯那些垃圾桶里别人不要的食物？才吃了没2口，他就上吐下泻，感觉整个身体被掏空。他没有钱去医院，只能直挺挺地躺在路边，等着自己熬过去这一波。因为他全身散发出恶臭味，没有行人敢靠近他。最近几天，他眼前天喜国的影像越来越清晰了，他感觉自己快要回去了。忽然，他听见耳边有逐渐靠近的脚步声响起，他微微抬起眼皮，舒书月，是你来接我了吗？没有人回答他。等夏承安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儿女们，他吓了一跳。你们，他的身体刚刚一动，这才注意到自己是被绑起来的状态，而且看周边的环境，这里貌似还是一个废弃仓库。他惊惧地咽了咽口水。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你们爸爸。二女儿阴狠地抽出了刀，直接对准了他。爸爸，你还有脸说自己是我们的爸爸？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只顾自己有钱，却没有想过要分给我们一点。要是妈妈还在，她绝对不会像你一样不管我们。他此时无比的悔恨，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坚决维护妈妈？妈妈虽然不满他嫁给一个小白脸，但是每个月该给他的钱却从来没有少过一分。是他听信了夏承安的空头支票，以为夏承安能帮他弄到妈妈更多的钱，所以他才站在夏承安那一边。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知道房子是他一个人的，他只想把他们这些儿女一脚踢开，独吞遗产。夏承安狠狠地抖了抖身子，畏惧地说：你先别冲动啊，你就算杀了我，你也没有钱啊。三儿子笑了。啊，你可能不懂，我们拿到遗产的最大阻碍就是你，只要你没了，就轮到我们瓜分那套房子了。他们的计划就是无声无息地杀掉，再找个地方把他掩埋起来，然后假装他也失踪了去报案。等夏承安也被判定死亡了，他们就有钱了。夏承安注意到4个孩子眼中的杀意，意识到了他们的决心，看来他们是铁定不会放过他了。他也笑了出来。房子？什么房子？小女儿望着他的笑容，很是疑惑。当然是妈留给你的那一套房子，不然还能是什么？他们现在都指着把那一套房子卖了，分钱维持生活。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林书月的公司找了个轻松的职位干着，每个月不用干活，还有大笔的钱可以拿。公司里的人因为她是董事长的女儿，也没法说什么。可是林书月死了，有新的董事长上任，他和大哥都被开除了。他们去别的公司找工作，别的公司也不要他们，除非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薪资。想想他们也是接受不了的。有林书月在，他们哪一天过得不是顶好的日子，怎么可能愿意去做廉价的牛马？月薪低于10W的，他们压根不考虑。结果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要不是手里还有一些积蓄没花完，他们也好去喝西北风了。夏承安无情打碎了他们的梦。你们想的房子早就没了，就在你们被我赶出去的第2天还瓜分呢，别做梦了。夏承安的话对他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大儿子揪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老不死的，你休想骗我们，那房子是妈留给你的，怎么会说没就没？你以为这样说我们就会放过你吗？夏承安嘲讽地看着他。你们可以不放过我，但是你们也别想得到任何东西。他此刻很庆幸他的房子被人给骗走了，要不然如了这些人的意，他只会后悔都来不及。二女儿举起了刀，狠狠刺进了夏承安的胸口，鲜血一下飞溅了出来。二女儿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大哥，你别听他的，他就是想要扰乱我们的心神，好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他不知道，他根本就跑不了。夏承安闷哼一声，胸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鲜血顺着他的刀口往下流淌。
这些畜生是真的要对他动手啊！舒月回去的想法是对的，就这群豺狼虎豹，他们完全就不该出生。他强忍着疼痛，艰难开口：我死了你们也别想活。二女儿猛然抽出刀，鲜血溅了他一脸。